如果有人告訴你，有一個台灣早餐，居然讓一向保守的荷蘭人開始大排長龍，你會相信嗎？畢竟，這可是荷蘭，一個全世界出了名務實的國家。風車、鬱金香、乳酪、運河，幾乎構成了大家對這裡的所有印象。但還有一件事，很多人不知道，那就是荷蘭人的飲食習慣其實相當保守。對他們來說，早餐就是麵包、乳酪、咖啡，午餐還是麵包，晚餐頂多再加點馬鈴薯和肉類，簡單、快速、實用，這就是荷蘭人的飲食哲學。也因為如此，許多外國料理想在這裡站穩腳步，其實沒有那麼容易。然而就在這幾年，阿姆斯特丹街頭卻悄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。一個來自台灣的小餐車，開始讓荷蘭人改變了對亞洲美食的想法，而主角居然是一份台灣人再熟悉不過的早餐——蛋餅。故事發生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，有位嫁到荷蘭生活的台灣女生開始思念家鄉味，於是她做了一個決定，把台灣早餐帶到歐洲。她沒有開餐廳，也沒有租下昂貴店面，而是從一台小餐車開始，招牌上寫着台灣 Pancake， 旁邊再用中文寫上4個字：台灣蛋餅。這是他改良過的台灣蛋餅。有人甚至誤以為台灣是泰國，還有人認為這種亞洲小吃應該很快就會消失。但沒想到，轉折很快就來了。有位荷蘭女生聞到香味停下腳步，她好奇地看着菜單，裡面有培根，有起司，有鮪魚，還有玉米。這些食材對荷蘭人來說都很熟悉，唯一陌生的是它們居然全部被包进一張薄薄的餅皮裡。他點了一份培根起司蛋餅，結果第一口就愣住了。外層微微酥脆，裡面卻柔軟又帶有層次，雞蛋香氣混合起司濃郁，再加上培根鹹香，有種熟悉又陌生的感覺。他馬上對旁邊的人說：“你一定要試試看。”結果這句話成了所有爆紅故事的開端。第2個人來了，第3個人來了，接着開始有人排隊。更有趣的是，真正讓荷蘭人上癮的，居然不是蛋餅本身，而是醬料。台灣人習以為常的醬油膏，在荷蘭人眼裡根本是另一個宇宙，因為他們平常習慣的調味很簡單，鹽巴、黑胡椒、美乃滋，最多再加點芥末。而這種甜中帶鹹的味道，對許多人來說簡直像發現新大陸。有些人甚至開始研究，這到底是甜的還是鹹的？而答案是，它2個都是。這也讓不少荷蘭人第一次發現，原來味道可以這樣組合。接着，社群媒體開始發酵，有人在 Instagram 分享，有人在 TikTok 拍影片，有人在 Google 留下5星評論，甚至有人直接說，這是阿姆斯特丹最好吃的5歐元早餐，而且比附近許多餐廳還便宜。很快的，這股熱潮開始擴散，有上班族天天來報道，有學生把它當成早餐首選，甚至有家長帶着孩子固定來買。更有趣的是，很多荷蘭人開始因為一份蛋餅對台灣產生好奇。以前大家只知道台灣和半導體有關，或者知道台積電，但現在他們開始搜尋另一件事：台灣早餐、台灣夜市、
台灣旅遊，甚至有人開始規劃台灣行程，因為他們發現，如果連早餐都這麼厲害，那這個地方一定還藏着很多驚喜。慢慢的，蛋餅已經不再只是蛋餅，它反而變成一種文化入口。這其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很多國家花了數十億做觀光宣傳，但最後讓大家記住的，有時候卻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日常。就像日本有拉麵，韓國有炸雞，泰國有冬蔭功，而台灣其實也有很多屬於自己的味道，只是過去我們太習慣它的存在，反而忘了它有多特別。我們每天吃的蛋餅、豆漿、飯糰、蔥抓餅，對許多外國人來說，其實都是全新的世界。而真正厲害的，從來不是蛋餅本身，而是它背後代表的生活方式：方便、快速、多元、便宜，而且充滿人情味。這其實就是台灣最迷人的地方。也許有一天，讓世界重新認識台灣的，不一定是晶片，也不一定是高科技，而是這些再平凡不過的小日常。因為有時候，改變世界的未必是偉大的發明，也可能只是一份剛煎好的蛋餅。如果有一天，你也來到阿姆斯特丹，看見一群荷蘭人在排隊，不要太驚訝，因為他們排的可能不是米其林餐廳，而是一份來自台灣的早餐。而這份早餐也正在悄悄替台灣寫下另一種國際故事。